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这款1:8的大比例兰博基尼 SVJ 是一款亮点和槽点都比较鲜明的国产原创科技组作品。本期视频除了常规的评测内容以外，还会给大家提出完美版大牛的改造方案，可以遥控换挡的4档序列式变速箱，同时也可以通过驾驶室内的换挡拨片来手动换挡，前后独立悬架，模拟原型车的 V12 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剪刀门开合联动，前盖开合，引擎盖开合。另外，在有变速箱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了所有动力组件的快装快拆。此外，全车大面积的使用了滚镀科技面板，甚至还有2套轮毂配置。这就是 K 盒子10520，一款以全球限量63台0-100加速2.8秒的兰博基尼埃文塔多 SVG63 特别版为原型的套装。这款作品的长度大概是55厘米，相对于原型车4.8米的长度，它的准确比例是1:8.7。在比例方面和乐高42115兰博基尼 Sian 非常接近，重量则是2.7公斤，和42115也是差不多的水平，属于大型旗舰款科技组跑车套装。下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悬架，首先设计师在左右两侧这个位置各预留了一个动力输入接口，动力从电机出来以后，各通过3枚16齿齿轮，然后分别到达这2枚红色的12齿齿轮，也就是变速箱的动力输入端。而悬架中间的22齿差速器前后各有1枚14齿齿轮，这2枚齿轮则是变速箱最终的动力输出端。在悬架方面，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1枚新款大号硬避震，测试下来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关于换挡结构中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其中一部分的设计，也就是通过皮筋弹力对32034的方形截面的加持实现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加入电机做一下变速箱的测试，可以看到在各个档位下联动都是比较顺畅的。那经过计算，4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是1:1、1.2:1、1.67:1、2:1，也是渐进式的齿轮比设计。为了搞清楚遥控换挡联动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们这里先记住这枚齿轮，这里我们就叫它档位驱动轮。当这枚齿轮旋转，最终将带动变速箱内部的换挡凸轮旋转，实现换挡的效果。这里就是整个遥控换挡联动系统中的动力来源了。设计师在这里预留了4副电机的动力输入接口，动力最终会到达这枚4齿齿轮，这里我们就叫它手动换挡动力轮，它的作用就是代替手动换挡动力。进一步的，当我们装入这个手动换挡模块，手动换挡动力轮就会和这个模块底部的1枚4齿齿轮发生啮合，当4副电机工作，进而也就带动手动换挡模块中的带角度十字轴连接件前后运动。还记得刚才提到的档位驱动轮吗？在它的上方连接着1枚24齿齿轮，在手动换挡模块前后运动的作用下，最终也就实现了换挡的效果。而这里的红色橡胶零件配合6628球头零件实现的对24齿齿轮上面的圆柱形结构的弹性抵持，它的作用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换挡结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效果，就像这样。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转向与方向盘联动结构。那转向结构比较简单，动力从预留给4副电机的这根十字轴进入以后，直接驱动这枚28齿齿轮，然后带动下面的齿条零件左右移动，进而带动整个转向拉杆模块，实现转向的效果。不过有玩家能看出来这个设计会有什么问题吗？在整个转向拉杆模块的另一端，设计师还设计了一根齿条零件，这根齿条与1枚红色的12齿齿轮啮合，然后通过这里的20:28的齿轮组将动力向方向盘传输。同时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在装入这枚20齿齿轮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在两侧悬挂驱动桥回正的情况下，这枚20齿齿轮应当十字对中。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前悬架，和后悬架类似，也是采用了左右各一根新款大号硬避震，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拼搭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做一些测试的工作。那经过测试，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修复改造。视频稍后我们会给大家完美版解决方案。那完成了整个底盘模块的拼搭以及测试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外观部分的搭建。这里可以看到车门开合联动结构。好啦，那么经过16个小时，这款大牛就完成啦。
那作为1:8级别的跑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科技面板覆盖率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整车基本没有明显的镂空破面，同时在大的轮廓线条方面也是做到了比较好的还原。细节方面，车头两侧锐利的 Y 字形大灯采用了透明砖块零件配合贴纸进行搭建，下方的碳纤维扰流板其中部分采用了碳纤维纹理贴纸，同时也使用了这种边缘印刷工艺的科技面板零件。侧边这里的小翼片则是采用了印刷件加贴纸的方式进行还原。另外，前盖外观面上的几条棱角线、微微向上的整体车门角度，以及空气动力学曲线、下方的侧裙、后面的进风口，这些原型车主要的造型轮廓，那设计师都做了不错的搭建。引擎盖部分，设计师通过6块新款科技面板配合透明砖块零件，对原型车的两侧百叶窗、中间钢化玻璃的这项全新设计进行了还原。在引擎盖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峰值功率770马力的 6.5 升自然吸气 V12 发动机。从这个发动机的外观搭建来看，设计师应该也是查阅了不少的资料。车尾部分包括上面的扰流板、两侧的 Y 字尾灯，以及2个巨大的排气管，还有最底下的扩散器，那全部都没有落下。这款套装提供了2套轮毂，虽然造型有区别，但都是采用了这种镀金的外表面工艺。感觉如果其中一套选择其他工艺的话，会让这款套装更加的出彩。那大家觉得用什么工艺比较好呢？内饰部分，首先驾驶座采用了蓝橙配色的这种非常具有运动感的设计风格，仪表盘则是采用砖块零件进行搭建，而贴纸还原出的显示界面和真实的大牛也是完全一致的。在方向盘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的橙色的换挡拨片。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表现。首先是换挡，虽然可以遥控换挡，但不管是动态版还是静态版，那手动换挡呢都是可以的。可以看到测试下来，这个换挡手感还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继续加大测试难度。经过连续的至少100次的换挡测试，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是车辆的推行以及发动机联动测试。那需要注意的是，和手动换挡不同，如果装了电机的话，车辆是不能推行的。所以我们这里测试的是静态版，测试下来，在4个档位下，车辆的推行都非常的顺畅，发动机联动呢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是手动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同样也需要在静态版条件下测试，那测试下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是剪刀门开合，和乐高42115类似，按一下车门后方这里的一根后孔臂，那剪刀门也就打开啦。至于前盖开合、引擎盖开合这种简单的联动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在悬架方面，测试下来前悬架表现的相对比较硬，而且稍微压下去一点，轮胎就会和上方零件发生干涉。在动态版测试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成品的牢固度。可以看到，首先在整体骨架方面呢，这款车子的牢固度还是可以的。那外表面覆盖的这些科技面板也都基本得到了很好的固定，基本没有采用单点连接的外观模块。包括像这样从车头车尾把整个车子抱起来，适当的晃一晃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从驾驶室这里伸进去拎着走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前盖下方的一个外观模块会比较松，侧裙模块也稍微有一点点松。另外，仪表盘模块缺乏牢固的角度固定。那下面我们就来做动态版的测试。首先遥控换挡，那遥控换挡的原理我们在拼搭过程中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那这个测试下来的顺畅度，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在车轮和发动机的联动方面，测试下来在4个档位下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不同档位下的速度变化。转向和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那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是建立在对手册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改造的前提下的，或者说以上的测试情况都是基于改造后的完美版大牛。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详细的修正方案。这里我们先来做下地行驶测试，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行驶也是正常的，在4个档位下行驶表现都比较稳定，同时也能够看到不同档位的速度区别。不过这辆车并不是强调性能的作品，也不适合长时间下地遥控把玩。接下来这里说一下动态版动力组件的快装快拆。这款套装如果要做动态版改装，一共需要1套主控以及3到4枚电机，其中1枚4伏电机负责转向动力，另外可选装1枚4伏电机负责遥控换挡，因为手动换挡也是可以的，所以这里是选装。然后就是2枚 XL 电机负责车辆的行驶，那2枚4伏电机都是直接像这样装在车辆的底部就可以了，2枚 XL 电机的安装则需要拆下驾驶座，然后像这样装进去，也不算复杂。关于这款套装，官方提供的拼搭手册并没有提到遥控换挡功能，同时关于转向联动也有一点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具体的问题以及改造方案。首先是关于转向联动，
那这款套装选用的丝浮电机直接通过28齿齿轮带动齿条的方案，会带来非常大的转向行程。这是因为丝浮电机每次旋转90度，而28齿齿轮旋转90度是对应7个齿位，而通常情况下3个齿位就够了。过大的转向行程会导致异常卡顿以及轮胎与周围零件干涉等风险。而如果通过限位来限制转向行程，又可能增加丝浮电机的烧毁风险。另外，虽然手册中并没有提到通过丝浮电机实现遥控换挡功能，但显然此处的结构就是预留给电机的，也算是个彩蛋。不过直接安装会存在问题。不过好在修复改造并不算复杂。第118步和119步，我们需要把它拼成一个这样的模块，然后像这样装上去。装好以后就是这样的。第121步，这根5单位的十字轴需要换成一根7单位的，最好是碳纤维十字轴。那过程中装或者后面再拆改都是可以的。第178步，这枚红色的橡胶零件最好替换成硬度低一点的，也就是软一点的。第203步，我们需要把装入的这个转向齿条模块做一下修改，大致的也就是把齿条上移1个单位，同时使用编号为87761的7单位齿条，然后像这样装上去就可以啦。另外这里需要注意十字对中。第230步，这2个小模块不用安装，最终反映到第234步，装进去的这个模块改成这样就可以了。紧接着准备2组6536配2780，然后像这样子装上去。好在这些修改步骤，即便是最后再改都不算太麻烦。然后在这根十字轴上装入一枚20齿齿轮。接下来准备2个像这样的模块，然后像这样装上去。需要注意，这里也要尽量十字对中，因为它会连接丝浮电机。再准备一个这样的模块，然后也是像这样装上去，非常简单。最后一步，在左右两侧这个位置各装入一枚6587 3单位十字轴，那就大功告成啦。装入电机，然后做一下测试。另外，在成品环节提到的前悬架避震行程不够的问题，也可以像这样做一下简单的改装，也就是把避震零件其中一端的支点向内侧移动半个单位。除了上面提到的小问题以外，这款套装也有一些其他的小槽点，比如差速器里面的12齿齿轮比较紧，虽然不会影响行驶，但会导致差速器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应有的效果。第56步的图示有穿模的小问题，同时这里关于角度的提示其实可以不用在意。此外，这款套装大量使用的采用滚镀工艺的零件，在拼搭的过程中也存在会把手指弄脏的问题，所以也是希望厂家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改进。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套装。首先从设计角度来评价这款作品，虽然其中的部分结构存在对乐高的借鉴，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遥控换挡功能，以及最终实现的稳定可靠的联动效果，即便是和488等经典 MOC 作品相比，也几乎不会逊色，甚至在动力组件的快装快拆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另外，在拼搭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设计师在设计阶段应该一定程度上的考虑到了拼搭体验，当然也可能是厂家做了一定的产品化优化工作。我们可以从内部零件分色、良好的模块化结构等方面看到产品化优化工作的影子，不过也只是影子而已。无论是从内部联动设计方面来看，还是从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科技面板的角度的固定方面来看，这款作品的设计师的水平都是相当可以的。但视频中提到的一些并不难发现和解决的问题，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尖子生被限定10分钟写一篇论文的感觉，所以确实是感觉有点遗憾。不过相信厂家很快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出官方的修正方案。好啦，那最后看一下包装方面。彩盒仍然是采用了 K 盒子今年常用的异形车库版包装。打开彩盒，里面有2个内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为了13个零件分包，7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厚度接近1厘米，一共包括567步。贴纸是有这样的2张，部分贴纸步骤做在了拼搭过程中，但大部分仍然还是做在了手册的末尾。那我们也整理了步骤中的贴纸序号，那有需要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找一下哦。那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